我是卡皮桑。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大人物，他没有超能力，他甚至不是专业运动员，但他能在奥运开幕式让首相变装出场。2026年的今天，当大家都在电影院看着大荧幕上的马里欧与库巴大战时，我们不妨把时光机拨回那个荧幕还会闪烁，主机还要用嘴吹卡带的年代。故事要从1981年说起。当时的任天堂还不是现在的游戏巨头，他们正试图打入美国市场，但有一批名为雷达范围的游戏机台滞销，眼看就要赔本。当时一位名叫宫本茂的年轻人被委以重任，要利用这些现成硬体做出新游戏。最初他想做大力水手，但版权谈不拢，于是马里欧的雏形就诞生了。他的原名叫 Jumpman， 跳跃人，职业是名木匠，在游戏大金刚里是盖房子的。外形特征是一顶红帽子、大胡子和吊带裤。红帽子是因为当时像素不够，画不出头发飘动的效果。大胡子是因为画不出嘴巴，干脆用胡子盖住。吊带裤则是为了让手臂摆动的时候能跟身体颜色区隔开来。后来，任天堂美国分部的办公室房东叫 Mario Scully， 因为他跑来催收房租时的样子让人印象深刻，这名木匠才正式改名为马里欧。房东先生可能没想到，他的名字会成为全球身价最高的 IP。1985年，超级马里欧兄弟在红白机上横空出世。这款游戏定义了什么叫做游戏设计。想象一下，你第一次握着那个方形手柄，按下右键，马里欧动了；你按下 A 键，它跳了；你撞到一个问号砖块，掉出一朵花；你竟然可以发射火球。这种纯粹的快乐，在那个只有简单点阵图的时代，简直像是魔法。这时期的马里欧确立了几个宇宙法则。第一，公主一定会被抓走。碧姬公主的维安系统显然有很大的漏洞。第二，香菇是好东西。虽然在现实中乱吃香菇会看到幻觉，但在这里你会变大。第三，水管是捷径。从此，全世界的小孩看到绿色水管都想钻进去。如果你以为马里奥只会跳，那就太小看这位意大利裔水管工了。进入90年代，马里奥开始疯狂兼职，他在游戏里扮演赛车手、医生，游戏内容也从网球、高尔夫到任天堂大乱斗，马里奥的身影无所不在。他证明了，只要你够红，你做什么大家都会买单。1996年，超级马里奥64问世，这是游戏史上最重要的一刻。在那之前，大家对于 3D 游戏该怎么玩还是一头雾水。马里奥直接示范了什么叫自由度。当你第一次在碧姬公主城堡外的草地上奔跑，转动视角，甚至拉扯马里奥的脸颊时，那种震撼感不亚于人类登陆月球。随后的超级马里奥银河更把舞台搬到了外太空，让我们体验到什么叫引力扭转。马里奥不再只是一个角色，他成了一个探索未知的精神象征。说到马里欧的电影，我们不得不提1993年那部传说中的真人电影，那是一场灾难。库巴看起来像个穿西装的恐龙变种人，任天堂因此被吓到20年不敢碰电影。但到了2023年，以及现在2026年的续集，任天堂与照明娱乐合作，找回了那个鲜艳、活泼且充满彩蛋的世界。当我们看到马里欧在彩虹之路上狂飙，或是听到克里斯普里特的配音时，我们知道那个水管工终于在影史找回了他的尊严。回顾这40多年，马里欧之所以能长盛不衰，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强大的技能，是因为他普通。他不是拯救世界的战神，他只是一个为了救公主而勇往直前，不断跌倒又不断爬起来的小人物。他告诉我们，如果你撞到墙，就多撞几次，说不定里面藏着隐藏金币。如果你掉进坑里，没关系，你有好几条命可以重来。好了，亲爱的孩子，故事说到这里，月亮已经挂得很高了。你要记得，在那个充满星星、水管与彩色砖块的世界里，马里欧现在也正收起他的红帽子，脱下磨损的吊带裤，在库巴暂时安分下来的城堡边点起一盏小灯。
碧姬公主给她烤了一份最棒的草莓蛋糕，路易吉正在隔壁房间睡得香甜，或许还在梦里梦见自己终于抓到了那只顽皮的鬼魂。那些吵闹的奇诺比奥们也安静下来了，藏进了温暖的香菇屋里。世界很大，有时候像魔王关卡一样困难，有时候会让你觉得像弄丢了无敌星星一样无助。但别担心，明天早上醒来，你又会拥有满满的生命值。只要你愿意按下 Start 键，冒险永远都在那里等着你。现在，闭上眼睛，想象你跳进了一个最柔软、最温暖的绿色水管，那里没有怪物，只有软绵绵的云朵和好梦。晚安，祝你有个充满金币声的美梦。